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。今天说说几个简单的揉面技巧。揉面是在和面筋打交道，你了解面筋呢，你揉面的过程就会轻松愉快。我从3个方面来讲：面筋的形成、面筋的力量和面筋的排列。揉面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呢，就是帮助面筋的形成。其实呢，更应该强调帮助2个字，因为面筋是自己形成的，揉面呢只是帮助它形成的更好。中筋面粉和水混合后比较粘手，一扯就断，等20分钟。现在你看扯长了，干面粉里是没有面筋的，但是有组成面筋的2种蛋白质。当2种蛋白质遇到水，会连在一起形成面筋。我还没揉面呢，这个膜已经很薄了。这个时候的面筋状态跟你用的面粉有直接的关系。这个是低筋面粉，20分钟之后跟20分钟之前没有区别，完全扯不出来膜。看看高筋面粉，普通高筋面粉买不到了，只买到这种石头末的粗颗粒面包粉，它能扯很长，筋膜还比较结实。这个是面粉的自带功能，你不利用就可惜了。回来看看中筋面粉这个面团，坑坑洼洼，不是很均匀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揉面，帮助面团混合的更均匀一些。什么样的揉面方法都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厨师机、面包机或者手揉都可以。目的呢，就是让这些漏网的还没有连接在一起的面筋蛋白有更多的牵手机会。1-2分钟之后，这个面筋被伸展开，光面就形成了。大多数的食谱呢，光面出来就可以了。在后面的醒面过程中，面筋还会更加完善。你了解了这个最简单的道理，掌握了这个最基础的方法，大多数食谱的揉面过程呢都会变得非常轻松。我们来看看其他一些情况。面包食谱对面筋的形成要求比较高，有很多方法，最直接的就是利用厨师机揉面。除了黄油以外的所有材料混合后，开始搅拌，很快成团。这个时候呢，面筋还没有形成，继续搅拌，加速面筋连接在一起。6-7分钟之后，大多数面筋形成了，加入黄油，混合黄油的同时呢，让最后一部分面筋形成。几分钟之后，面团表面有光泽，连它的纹路都是很平滑的曲线。你感觉这个面团差不多了，我们拉个膜，可以扯薄，但好像不是特别结实，轻轻用力就破了。其实这个时候呢，面筋已经形成了，但是它被机器不停地搅打，现在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。稍微用力拉它，它就会断开。你给它几分钟时间，松弛之后的面筋就很容易拉薄了。你看，可以拉出大片的均匀的薄膜。这个是粗颗粒面粉的效果，普通的细颗粒面粉会更加的透明。如果你刚才第一次测试面筋的时候呢，看到它容易被扯断，从而判断这个面团没有揉到位，打开机器继续揉面，搅打时间过长的话呢，那么你已经形成的面筋就会被打断。特别是含水量高的面团，加上酵母发酵速度增快，面团中开始聚集大量的气体，你就不太容易拉出薄膜了。你看这个继续搅打的面团，它的表面不再光滑。检查一下面筋状态，你可以看到表面的面筋已经断裂了，薄膜也不是很结实，轻轻一扯就破了。再看一下这4个面团，没有面筋，面筋基本形成，面筋被完善，面筋开始断裂。如果是手揉呢，你可以选择省力气的方法，例如我们的法棍配方。水粉混合之后呢，面团醒一醒，揉一揉，反复操作2-3次。但是用这个方法呢，要避免刚开始面团发酵太快。法棍面团醒好面之后呢，可以吹出一个大泡泡，面筋已经很薄了，并且很结实，不会破。制作面包面团最省力的办法其实是免揉。看这个面团，高筋面粉和冰水混合后冰箱冷藏过夜，第2天检查一下面筋，没有揉过面的面筋就是高筋面粉和时间还有水。免揉面包就是利用了面筋自动生成的原理。通常呢，面包面团都是比较软的，含水量高，对面筋的形成是有利的。以前做过的免揉土豆面包，没有揉面也可以拉丝，并且组织非常柔软，所以不是说呢揉面就有面筋，不揉面就没有面筋。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，特别硬的面团，例如手擀面，面团含水量非常低，干面团是不利于面筋形成的，所以完成第1次揉面之后呢，再次醒面，再次揉面，反复操作1次，面团的状态最后就已经很好了。擀面的过程中呢，完全不需要干面粉。第2，我们来看看面筋的力量。
这是一块纯面筋，给你看看它的力量，让你眼见为实。揉面拉伸之后呢，面筋就会被绷紧，压一下马上就弹回来，也拉不长，稍微用力就拉断了。放到食谱中呢，你做饼你擀不开，你做拉面你扯不长，给它一点时间，面筋就会松弛，表面也不再紧绷，而且可以拉长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的饼就可以擀开，你的面条也可以拉长。所以你知道了什么时候揉面，你也要知道什么时候不要揉面，让面团休息。还有人说他的饼总是擀不圆，这样一个面团你是不容易擀圆的。你先把它滚圆，休息一下再回来擀，让面筋的力量给你撑着，就很容易擀圆了。这个呢也是利用了面筋收缩的力量。第三，我们来看一看面筋的排列，实际上呢是进一步对面筋收缩力量的一个控制。看看辫子面包，每一个小面团呢都是先擀平，面筋被拉长之后呢再卷起来搓长。面筋经过这样子排列之后呢，它由里到外都是一个向中心收缩的力量，所以烤出来之后呢，每一股都是非常饱满的。今天讲了面筋的3个方面，当然重点是面筋的形成。面筋是在面粉里，所以你选用什么样的面粉，就已经定格了你面团里面面筋的状态。大多数食谱呢，你选用一般的面粉就可以，但是一些特殊的食谱呢，你要选择合适的面粉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高姐，我们下集再见。